如果问大家8进2旗舰预热最长的机子是哪一款，大伙的答案呢应该很统一，就是魅族20。大家问8进3旗舰前戏最久的是谁？一加10说第二，应该没人敢说第一了。这机子呢，从10月底开始陆续预热啊，比如说世界上最好的屏幕，同档产品里没有对手，同档最强潜望长焦啊，总之呢是各种牛逼啊。发布前呢还额外开了2场预热发布会，期待值可以说是直接拉爆了。那么实际表现有没有宣传的那么猛呢？先不说其他，大家觉得1加12这个后摄 Deco 造型，从美观度上来说，满分10分，你会给几分呢？可以走一波弹幕。从1加11到 A42、A42 Pro， 再到最新的1加12，虽然说这个设计被网友调侃为马桶盖造型，但一加对于这个造型设计呢，是真的情有独钟啊！不出意外的话 ，A43 也会是同款造型。这家族化的设计呢是有了你要说好不好看嘛？从我个人角度来说确实很难和好看联系到一起。当然，质感层面，无论是 A42还是 A42 Pro 其实在同价位机型上呢表现都很不错，也是变相促进了2000到3000价位机型的质感进步。1加12白色真机颜色和渲染图比呢存在一定落差，室内正常光线下是略偏暗的，光线直射或者说室外阳光下看起来会相对好一些。中框和相机 Deco 衔接处有一个灰色的注塑条作为过渡所以说配色选择上会更推荐绿色或者说黑色。这次1加12比较有争议的点呢就是缝隙和填胶我们手上这台白色乍一看呢还行但仔细看摄像头 Deco 边缘呢确实存在不规则的胶水填充，引用网友的话呢就是美缝处理。后来呢，我们又买了台绿色，没有填胶处理，但摄像头和中框衔接位置上半部分的缝隙确实挺明显下面呢倒还好。所以说实话，1加12的设计和质感呢，我很难用语言去描述它。你说影响使用吧，确实没有但在4000加价位机型上，用这种人工填胶的方式弥补缝隙公差是不是太不讲究了？毕竟发布的时候猛吹了一通设计品控比如说设计成本严重超标，150道工序增加300%的成本，把它当成艺术品来生产和打磨结果就这样。手感上能够明显感知的一点呢，就是1加12要比之前的11 A42 Pro 呢更加厚重。一方面是屏幕变大了，6.82英寸，整机横向宽度呢将近76毫米。另外呢就是厚度重量也增加了，实测呢大概是9.3毫米，222克左右。我觉得好的设计通过微调传承迭代呢完全没毛病比如说华为的星环造型但是1加这个后摄 Deco 造型，该换就换吧。在 A42 Pro 上，1加用上了超大面积的 VC 液冷板但实际高负载游戏表现整体偏怂，并没有体现所谓的超强散热效果。那么这一次1加12表现如何呢？原神平均58.8帧，整机功耗呢只有5.4瓦，在6.82英寸2K 屏加持下，这个帧率功耗数据表现确实挺不错的。游戏过程中中和大核的频率也是根据负载全程快速提频、快速降频，这样的调度能效呢会更高。不过到了更高负载的星铁环节，帧率坚挺程度就差点意思了。前面10分钟基本是贴着60帧运行，但10分钟之后呢会接替式锁到57帧、55帧、53帧、50帧平均呢是56.1帧，整机功耗呢是6.1瓦。机身最高温度呢大概是46度左右。调度上来说CPU 中核大核依然是全程动态调频，频率上限呢是2.3 赫兹，这个频率本身呢是没啥问题，前半段基本是能够顶在60帧左右。后面缓慢锁帧，估计呢还是为了控制温度吧。这么看来，这超大尺寸的 VC 液冷板对于高负载场景的持续性能输出提升确实非常有限。小米14 Pro 和 iQOO 12这些 VC 液冷板更小的机子，20分钟平均帧率反而要略高一些。发布会上所谓的全机型同平台性能霸榜大家看看就好。低负载王者荣耀高清120帧，整机功耗呢是3.2瓦，机身最高呢是38度左右，功耗符合2K 屏加8进3机型的表现，帧率波动相比另外2台呢略微大一些。5400毫时电池加持下，1加12的最终亮屏续航成绩呢是7小时29分，大电池加8进3，实际的续航表现确实很顶，超越魅族21，成为我们数据库中的第一，表现优秀。日常调度环节，1加12程序冷启动打开加载，中核大核的最高频率呢是2.96 赫兹加3.19赫兹，应用内中核频率呢大概是2.3到2.7赫兹左右。大核呢虽然说没有限频，但大多数时候呢不适合中核同时飙到高频了，因为修改报名的 G80 Mark 在1加12上存在一些问题，无法正常调用更高的 CPU 频率这部分大家就简单略过了。日常流畅度这块整体表现不错。
程序多开连续切换，基本上没啥掉帧卡顿。刷新率自定义功能呢也是终于加上了，动动手指就能变成全局120赫兹。就是这一次啊 ，ColorOS 14大版本更新，能够感知的升级点确实很少。比如说现在鸿蒙、澎湃、Orange OS 上都有的快速打断动画 ，ColorOS 14能快速打断，但不咋丝滑。应用跳转拦截提醒呢依然是没有，随手触碰广告会直接跳转。目前系统啊存在的小问题 bug 呢也有啊，比如说用小横条切换最近任务，快速返回桌面时退出动画轨迹呢还是上一个应用。当然，这可能是 ColorOS 14的问题啊，因为 Find X6 Pro 升级到14后呢也是这样，之前 ColorOS 13就正常。手动120赫兹的情况下 ，B 站横屏视频刷评论区呢是120帧的，但如果是竖屏视频，打开评论区就是60帧，有点割裂。还有呢，就是1+12默认这个动态壁纸实属是膈应啊，每次解锁进入桌面，结合这个动态壁纸，总给人一种卡卡的感觉啊。这个壁纸帧率我估计是60帧都不到，建议到手就换。当年1+7 Pro 发布的时候，还特意搞了一个90帧的动态壁纸来着。快充规格上，1+12呢是100瓦有线加50瓦无线。虽然说100瓦数值上听起来不够猛啊，但是黑厂系的100瓦其实完全不输其他家120瓦的。15分钟快充电量呢是15瓦时，完整充满5400毫安时电池只需要25分钟，妥妥是120瓦的第一梯队水平。外围规格方面，之前 A12 Pro 就已经是同价位的大满贯了。1+12升呢，自然也是一个不落下。0916大尺寸 XO 线性马达，震动力度大，启停响应速度快，哒哒哒效果呢很不错。指纹呢依然是超薄屏下，对于屏幕尺寸在6.7英寸加的机子来说，实际解锁体验比短加是舒服很多。还是那句话，4000加机型，短加呢就应该彻底淘汰。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呢，就是都快2024年了，黑厂系的光学屏下指纹依然是不支持息屏解锁啊。技术上呢，我觉得完全不是什么难题啊。毕竟华为、小米、vivo、荣耀的光学屏下指纹都支持啊，只要你熟悉位置之后，就可以轻松盲按。1+12则要等这个指纹图标亮起来之后才能完成解锁。明明对体验有提升帮助的设定，迟迟不上呢，就有点迷惑了。红外、全功能 NFC 之类呢都有 ，USB 接口速率呢也是3.0啊，但是比较遗憾的一点是，1+12依然不支持 IP68 防尘防水，扬声器效果呢在视频结尾。屏幕方面，实测6个区块平均峰值亮度呢是1620尼特，直接刷新了我们数据库中的第一，要比之前第一名的 Find X6 Pro 还要更强。而且1+12在这个亮度下的一致性表现呢也还可以啊，并没有像iQOO 12那样动辄200尼特的亮度差。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用这个全屏激发亮度作为宣传口径，这要比厂商在发布会上说的4500尼特、4000尼特纯噱头式营销呢有意义多了。当然，测试数据是一方面，实际我们日常使用手机，屏幕亮不亮得起来是另外一方面啊，还要看系统设定的阈值。微博白底全屏手动最高亮度呢在600尼特左右，中规中矩。但是激发亮度设定上偏怂，2万 lux 呢是670尼特，5万 lux 呢是874尼特。小米14 Pro 基本上是2万 lux 照度下就已经可以激发到最高亮度了，而且实际体验下来，很多室内场景1+12的自动亮度也是偏暗的。屏幕白底画面的通透度不错，拉低亮度之后呢，也没啥明显麻木感。不过可视角度表现呢一般，我们手上这台倾斜30度左右会出现局部轻微泛红，大角度下呢则是偏黄。默认到手的自然模式，平均色温呢是7200K 左右，平均 Delta E 呢是2.6。手动切换到专业模式之后，平均 Delta E 呢是2.3，回接偏离值呢是3.5。鲜艳模式没有做 sRGB 色域限缩，平均色偏呢是4.2。默认65尼特以上呢是360赫兹，占空比呢较高。在切换到2160赫兹高频 PWM 调光之前，黑条呢不会随着亮度变低而变粗，比之前 A12 Pro 上那种360赫兹呢好了不少。当然，如果你不喜欢这种调光策略，也可以在设置中关闭明某低频闪选项。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常规理解的单脉冲类 DC 了，表现不错。在之前预热的时候，官方表示1+12是同档最强潜望长焦，发布会上呢则表示影像超越所有8进3 Pro 机型。那么到底是吹牛逼还是真的强呢？主摄呢是 LYT 808 1.43分之英寸，光圈呢是 f1.6， 长焦呢则是老朋友 OV64B，3倍潜望长焦，光圈呢是 f2.6， 超广角呢是 IMX581 2分之英寸底，同样支持自动对焦。直接来说一下结论啊，主摄综合表现上，小米14 Pro 呢是略好于iQOO 12，iQOO 12呢又略好于1+12。长焦表现，iQOO 12和1+12接近，都要强于小米14 Pro。不过高倍率变焦环节，iQOO 12呢会略强些。超广角方面呢，则是1+12略好于iQOO 12和小米14 Pro。同样基于主摄2倍裁切模式，1+12的画面解析力和iQOO 12呢接近，要弱于小米14 Pro。日常成像的色彩风格上，iQOO 12呢整体来说偏鲜亮，属于是第一眼讨好眼球那种啊。但是有些场景呢锐化太明显，观感上不如小米14 Pro 来的自然舒服。1+12大多数场景下 HDR 自动夜景算法呢没啥问题，
但少部分场景灯箱的高光还原是不如另外2台了。比如说这组夜景样张，一加12的灯箱还原就不如另外2台。灯箱部分的色彩呢偏灰。目前系统主要的问题呢就是白天的色彩曝光这一块，一加12有些样张给人的色调观感呢就比较阴郁了，曝光呢会比实际场景更低，画面不够透亮。不过这颗 OV64B 的3倍潜望长焦画质表现呢是不错，因为 f2.6 光圈，晚上基本也可以正常调用。最近对焦距离呢要比同尺寸的爱酷12更远些，因为 OV64B 传感器本身的解析力优势，3倍往上的5倍或者10倍模式。解析力方面就要明显强于小米14 Pro 上这颗3.2倍 GN1了。到了10倍模式，2台潜望长焦机型的解析力表现会和14 Pro 呢进一步拉开差距。不过对比来看，同样是10倍模式，爱酷12的细节表现要略强于一加12，尤其是拍摄一些文字较多的场景，应该还是算法上的差异。一加12的超广角硬件底子要比另外2台规格更高，白天动态范围表现上会更有优势，晚上的话基本上拉不开啥明显差距有时候地面纹理细节呢反而会更弱些。简单小结配置规格上来说，一加12除了不支持 IP68， 整机略偏厚重其他方面可以说是当下中杯最强堆料了，基本上该给的都给了。比如说5400毫安时大电池加8进3，续航出色。如果你是重度手机用户，今年大电池旗舰机型会让你的日常续航安全感呢提升不少。回血速度的100瓦快充，还有50瓦无线。马达震感优秀，超薄屏下指纹，3颗摄像头没有1颗是凑数的，长焦的表现要强于定价更高的小米14 Pro， 但实际体验下来之后，目前呢也存在不少优化问题，或者说和发布会上吹的存在较大差距。比如说首发机型的缝隙差异，有的填焦，有的没有填焦，品控呢有待加强。长焦超广角的画质不错，但主摄的色彩曝光有待进一步优化，没有发布会上说的影像能力超越所有8进3 Pro 机型那么猛。1600尼特的全屏分值亮度确实很强，但实际亮度设定上偏怂体现不出屏幕超高亮度的优势。超薄屏下位置好评，但是不支持息屏解锁。我觉得营销宣传上突出自己的优势没啥问题但有时候吹得太猛呢，反而会有些适得其反。产品力本身没啥问题，但结合以上这些，我的建议呢还是可以等等后续优化再考虑比如说自动亮度、主摄的拍照优化以及部分的系统 bug。晚买不仅可以享折扣，优化品控呢估计也会比现在更好。OK，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一加12的全部评测内容了。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个关注，这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同时呢，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配件店逛一逛、看一看，搜罗更多优质壳膜。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